今天呢，来跟大家介绍一下逆水寒这一款游戏，在台版历经了1年之后，有着怎么样的变化。如果你是新玩家，或者是想要回锅的玩家，在接下来这一部影片，你都可以稍微参考，有着什么要注意的事项及须知。首先是游戏画面，这一款游戏呢是手机跟电脑都能够连线多平台登入。所以在画质上，以手机游戏来说，本身已经非常的不错了。而且在11月28号更新之后，我们能看到游戏画面以及人物建模都还能够再提升，而且光影效果和画面的细致程度，能够让你身临其境，仿佛置身这个世界一样。这广大的游戏世界，就交给玩家们自己来去探索跟感受。需要氪金吗？这个游戏你不氪金也没有关系，氪金体现于在时装和造型上的差别。但是逆水寒呢，它也有送非常多的福利，所以即使你不氪金，你也可以透过各种奖励以及任务，可以获得对应的挑战时装及配饰，完全不用担心说你的人物会非常丑。像这些大部分的道具全都是拿到的。而且光帽子就有这么多种，还有很多的配饰、项链、耳环，这些大部分都是在游戏中可以免费获得的。然后时装的部分，你可以筛选副本，这几件衣服你都是副本就可以拿到的。那像这一些是我没有拿到的，然后还可以有活动你只要上线就是有衣服可以拿。再来任务，这些是系统会送的衣服，只要过任务就会有了。再来这些的衣服呢，是你在游戏中解各种门派的任务，它都会送你的。这些衣服呢，你都可以做配色跟调整。像这个刘霞明，它可以做染色，它本来是白色的衣服，橘色的裙子，然后现在被我改成这个样子。如果我要把它换回去呢，你只要卸下来就好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可以按这边按更多，看看其他玩家在这一套衣服的染色上，你有什么比较喜欢的。你也可以直接抄过来使用该设计，非常的方便。所以一套衣服呢，你就可以搭配很多种不同的风格。衣服跟鞋子你也可以再分开染不同的颜色，然后做不同的穿搭。发型你也可以做更换，所以非常的方便。这些都是不需要花钱的。氪金的唯一差别呢，就是在武器的部分。这个是我目前拿到的武器。如果是神兵的话，它这边的攻击就会跑到1391到1700，唯一体现的差距大概就是这个。神兵跟一般武器单从面板属性的差距来看，大约是 2.6%， 这个是经过计算的。如果你再加上其他属性的加成，最多大约是在 5% 左右，所以效果差距也不是特别的多，但是它的价格就差距很大。而且这个游戏呢，还有公平论武的模式，装备在竞技场是无法生效的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破关刃铁，它需要耗费50个，然后再加一个绝域孤石，就可以开启神兵的任务。那它的价格大概多少呢？一个大概是2800，然后这个你要再乘以50个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才80万铜币，这里就是给大家做参考。再来是伺服器的部分，目前呢游戏总共有5个伺服器，但是因为人数呢不像刚开服的时候这么多，所以有进行了一次的合并。目前的话是枫桥夜泊跟日月如碧合并了，原地今生跟烟雨江南也合并了，最后是瑶光听雪。所以单从没有合并来看，你就可以知道目前玩家人数最多的呢就是瑶光听雪。如果你是想要找朋友玩，你就可以选它的伺服器，没有的话就看你的个人选择。逆水寒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即使你是在不同伺服器的玩家，你也可以是在副本或者是庄园可以相见，只有帮会跟大地图你会遇到同一个伺服器的玩家，其他伺服器的话是遇不到的，差别就在这里。游戏背景呢是设定在宋朝的架空历史，在这一段300年的历史当中，把这中间的人物结合了武侠风格，让大家去认识他们。在游戏中认识李师师、岳飞、李清照、苏轼等人，除了在主线中你会遇到他们之外，也开始了跨界的游戏联动，以及各种风格的融合。
所以会出现机关、摩托车以及各种不同的元素风格，非常的有趣，大家可以自行来体验看看。再来，游戏中最主要的几个核心系统分别是战斗、职业、生活、社交以及剧情。逆水寒的战斗呢，采用动作即时制，不像传统的 MMO 会站桩放技能，你要闪招、格挡，还要抓时机。不同的职业打起来都会有不同的风格。再来，游戏中呢，除了战斗之外，你还能够钓鱼、煮饭、种菜、染衣服跟做美甲，或者是搭建你的庄园，建造不同的样貌，体验不同的游戏风格，或者是把你的人物打扮得美美的，进行拍照、跳舞，甚至能够结合时下最流行的短影音。游戏中会多出了 AI 的新功能，你可以上传现实的动作，让你的游戏人物跟着舞动。它甚至有提供叫做拍同款的功能，让大家能够完美复刻同类型的影片。再来是社交跟剧情，逆水寒号称是会呼吸的江湖，你可以透过跟 NPC 的对话，他们会使用 AI 生成记录，然后跟你交流。你在游戏路上遇到的 NPC， 你都可以这样来做，跟他尝试对话，非常的有趣。游戏中有着海量的剧情，你可以观看跟体验，而且它还会有不同的分支，让你能够体验各种的结局。当然，你如果怕无聊的话，你也可以用快进跟跳过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然后在游戏中，你可以自己创建帮会，或者是加入别人的，你可以挑选你想要的类型。一个帮会呢，最多是80个人，60个人呢是可以打帮会战的，剩下的20个人呢是没有办法的。帮众跟学徒就差在这里。在游戏中还有协议的功能，你可以挑选志同道合的伙伴，然后跟他们一起义结金兰，闯荡江湖，探索这个武侠世界。如果人数不足的话，可以发起招募，最多总共是加你12个人。然后还有情缘系统，你需要一个人陪你，你就可以在这里把你想要的喜好、照片、声音全都加进去，然后他就可以帮你做配对。当然，游戏中还可以结婚，就给大家自行体验。在刚开始的游戏选择，你如果选沉入黑暗，偷偷练功，这时候你就可以获得青4号朱颜这一个限定的外观，这个是你只要创人物之后就拿不到的。那建议大家都可以稍微选一下。在游戏中目前有7个职业，加上玄机就有8个。铁衣等于坦克，不管你是要打多人副本或者是帮会战，都是必要的队伍核心之一。素问呢，又称捕师或者是奶妈，尤其是这种 MMORPG 的游戏，最不可或缺的职业流派就是我们的素问了。远距离的职业分别有神像、90跟玄机。如果你是新手玩家，我会比较推荐你玩90，因为这个游戏的攻击模式可以使用一键连招，你只要按键压着长达3秒不放，人物就会自动攻击，在上手难度上会比较简单。神像会比较需要看准时间，释放对应的技能，还有冰火2种类型能够做切换，在操作上就会有比较多的选择跟要考虑的。玄机的话，作为新版本的职业，在移动的机动性上非常的高，射程距离也很远，喜欢这种远距离攻击的角色，你就可以尝试看看。碎梦、龙吟、血河这几个都是属于近战职业，在操作上都属于偏难一点，打架时要快速的进场跟退场做拉打，不让自己成为敌人的集火目标。另外，血河是唯一一个在战斗中可以骑马脱战的流派，或者是你有特别的喜欢武器，你也可以做对应的选择，分别是碎梦拿刀，龙吟拿剑，血河是长枪。在游戏中，不管是流派、性别跟姓名，它都有转换券或者是更换券，所以即使是你在人物创完了之后，你发现这个流派或者是性别不喜欢，你都可以做更改，都有道具可以做使用，但是它有一定的冷却时间。像性别跟职业的话，是买这个诸法自带宝券跟阴阳重塑丹，但是它都有30天的冷却期。如果是名字的话，在这里它是7天之内只能更换一次。
再来是每日每周的任务以及赛季的奖励有哪些。这个游戏呢是我从以前玩到现在解每日任务最快速的一款游戏，只要3到5分钟就能够全部解完。例如简单的拍照，你只要对着任何画面按下拍照按钮，在右上角日课这里，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达成1/5，再炒个菜或者是探索个宝箱都非常的快速。你如果不喜欢，你甚至可以一直做调整更换，挑选几个你想要做的，不管是副本、竞技、剧情、庄园，各种你都可以一样拿到奖励，让你不用局限每天都一定要做一样的事情，然后解各种又长又臭的必解每日任务，只为了拿奖励。每周奖励的部分呢，那好处就是你在这一周的任何时间内都可以完成。例如卡牌的手机游戏，你为了要练某只角色人物，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刷固定的关卡，然后拿那个素材，相当的繁琐跟麻烦。像这里有商店，你可以做购买。每季奖励的部分呢，又可以分为前去、副本，然后战斗的有公平论武、激情战场跟逐鹿仙园。你在这5个模式中，你挑选2个就可以拿到全部奖励。公平论武这个是3v3，大家的人物属性都在同一个起跑线，不会受装备的影响进入对战。在激情战场这边 8v8 的沧海夺风夺旗游戏，或者是12v12的世界天下战场模式，你也可以在逆水岸当中体验大逃杀的吃鸡游戏，收集各种武功招式来跟别人进行做对战。然后它有分单人小队以及4人成型。在副本的部分，你只有自己一个人想打也不用担心，你只要在组队这边的按键把它挑选为单跟双，只要按开始之后，就会有自动的 NPC 来支援你，让你随时随地想打就打。然后最后在新赛季11月28号，所有的装备、内功跟特技都会进行调整。你是新玩家或者是想要回国的玩家，完全不用担心会追不上以前的老玩家们。官方除了会对老玩家的装备进行做重置跟调整，新玩家你一上线呢，也可以领取一堆的奖励，大部分都是自选的，就可以挑选你想要的东西，甚至时装也会用送的。所以真心建议你，如果还没有玩过或者是想要回锅的人，可以打开这个游戏来看看这个丰富且多彩的世界，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是阿银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游戏资讯。我平常也会在 YouTube 进行游戏直播，有兴趣的话，你也可以来收看，一起聊天玩游戏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，大家拜拜。